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啊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灵感柜有没有这种标准和非标深度这个差异的。那什么时候会用到这种灵感柜啊？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种柜体深度啊，你要做到600以上。我们在这种直列柜目录里面已经是搜不到这样的柜体时候，对吧？那按照在灵感柜推出前，我们可能会将柜子通过在线 CAD 将左右侧板向后延这种方式也是可行，但是有了灵感柜肯定会找更方便的方式。然后我们去做这个柜子的时候，又会想到用这个灵感柜啊，会不会有这种非标和标准这个定义？怎么去寻找这个值在什么位置啊？那我这边就做了一个这个柜子，去报了个价啊，就会看出来这个柜子做到将近870升吧啊，寒门板做到870升，柜身是850的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会发现它是有这个优惠活动金额的，说明它非标了啊。那灵感柜做的比较深的情况下，那铁定会算这个非标这个差价。后期优惠结束以后，这个310就会加在这个价格上面11915这个项目，总共最后变成12000了，对吧？这个柜子啊，就不大划算啊。但是这地方也是属于必定会做非标这种情况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浅一点的柜子，什么情况下会用23灵感柜来给做？那前段时间常常遇到的是这种博骨架类型的柜子啊。当我们以前的话做博骨架类型的柜子，可能需要很多个吊柜叠放着，然后互相合并以后才能完成。那现在灵感柜的话，可以吊一个比较宽、比较高的框架，直接完成这个博骨架的样式。好，那深浅柜我们都调用完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23灵感柜它的一个标准非标深度如何来定义的啊？从非衣柜类，就是这个博骨架的柜子来看的话，经过测试啊，它的一个深度标准只有一个值啊，350才是它的一个标准值，其他的250、298、398都是非标，在软件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个23柜调用这个柜体目录里面，像这种直列柜，直接选用出来以后，选择我们的柜体对应的这个参数表里面，它的深度350是默认的啊，它一个默认了一个标准深度值啊，无需手动输入。如果你去手动输入修改的话，反而会变成非标。那从这个报价单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啊，报价单里面就没有那个活动金额优惠这一项，说明这个350的柜身对于我们的23灵感柜来说是标准深度，其他就不是。好，那么看深一点的柜体，23灵感柜有没有一些标准值啊？那这边也是有的啊，它是可以参考这个衣柜深度550或600两个标准深度值啊，但这两个标准深度值的话，需要我们调用完柜体以后手动去输入550，就没有那个小箭头来下拉菜单可选了啊，或者我们输入600，它也是一个标准值啊，所以我们的23柜可以如我们的页面右上角所示的啊，如果是浅柜，那就是350升是标准值。如果是深一点的550或600是它的一个标准深度值。